我这次回来是要帮忙，你们多说那些好话。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大 S 徐熙媛在日本因流感离世，年仅48岁。她的离世让很多的粉丝感到震惊和惋惜。就看这些年吧，吴孟达、李玟、科比，这包括大 S 相继去世，就让很多中年人就开始感慨，这个他们熟悉的世界正在慢慢的褪色。这些人呢，他不仅仅是一些娱乐和体育界的人士，他们其实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尤其是作为偶像派出道的大 S 他更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大 S 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坎坷情感经历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今天我们就回顾过往，悼念斯人。在看了更多的消息披露之后呢，其实更令人气愤的是，可以说如果她的家人但凡多上心一些，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而她的前夫汪小菲在得知噩耗之后已经飞到台湾。有人在网上披露，作为同机的乘客看到汪小菲在飞机上已经痛哭流涕，在航站楼呢，他就被拍到确实也是双眼红肿。汪小菲确实行为比较出格，但他的确呢也可以看出他是一直深爱着大 S。 后面我也会聊聊他们之间的现实版的相爱相杀。看到网上很多人把大 S 这去世更多归咎于张兰汪小菲母子过去对他的消耗，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情，不理智也不真实。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流感它不是普通的感冒，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症状呢比普通感冒会更为严重，并发症也更多，尤其是对于有基础性疾病或者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流感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那大 S 的身体状况一直据说都不太好，尤其是在经历了多次生育和流产之后，她的身体抵抗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呢，流感的侵袭无疑是对她生命的一个巨大威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家人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他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在日本当地接待大 S 一家的旅游团管家就爆出了具体的过程，说1月29号大 S 一家全体到达了东京，这个时候旅游团这个管家已经给他们全家就定制好了行程安排。但大 S 在去日本之前呢，已经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了。到达日本之后气候比南方的这个台湾要更加严寒，所以管家就发现这个大 S 会已经有了比较严重的哮喘。他这一家人就没有考虑去医院治疗，就想挺着。那依旧呢就按照计划，就一大家子到这个箱根泡温泉去了。到了箱根之后，大 S 的情况就更糟了，就已经不能出门了，只能躺着。到了31号的时候，大 S 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糟糕，当天晚上就呼叫了救护车送往了医院。非常不可以理解的是，半夜居然又给送回了酒店。怎么可以这样太不负责任了。然后呢，1号的早上，在熬了一夜之后呢，管家就再次拉上了这个大 S 和具俊晔还有大 S 的母亲，还有小 S 去医院再次去看病。当时这个诊所的医生就表明说，大 S 患上了日本流感，情况非常不妙。小诊所呢没有办法救治，建议他立即转往设备齐全的大医院救治。说到这儿，真有点令人气愤了就全家人都没当回事儿。你看人家都说了，你得去大医院救治了，就没当回事儿，只拿了小诊所医生开的这个药就回旅馆了。这他妈都已经说了，小诊所无力救治了，你还不去大医院？也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无所谓结果就到了1号的下半夜，大 S 就情况紧急变差了，人看着就不行了，然后又再次呼叫了救护车送往医院。到了2号早上的时候7点就宣告了去世。根据最新的消息就是大 S 是流感引发了急性变异肺炎，导致各器官受损衰竭，不幸去世了。所以那管家就感慨但凡他们家里人能够肯听这个小诊所医生的一些劝告，立即转往大医院，大概大 S 就不会去世了。大 S 好像还有很多机会，本来应该可以生还的。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的估计每年有多达65万人会死于由于季节性流感引发的呼吸道疾病。流感呢是病毒，抗生素呢是针对病菌的，对流感是不起作用的。最有效的就是提前打疫苗。所以对于大 S 这种身体基础比较差的人来说，确实凶险但是如果去了大医院，我查了一下，大医院可以做的治疗方案手段有这么6大方面就包括抗病毒药物治疗、氧疗和呼吸支持、抗生素治疗，这个能预防继发性的细菌感染，也就是能尽量避免肺炎。
这很不幸啊，大 S 这次就是因为最终引发了肺炎导致的不治嘛。还有这个免疫调节和抗炎治疗、支持治疗，也就是维持这个水电解质平衡和营养的支持，防止血栓等等哈。那对于已经重度患者，还有体外膜肺养合，俗称人工肺，这个东西啊就能暂时代替肺的功能，为身体提供氧气，减少呼吸系统的负担，赢得治疗的时间。可以想象，如果这些手段当时它能够及时入住大医院，并且大部分能用上，那极大概率是可以脱离危险的。大 S 和汪小菲的爱情曾经是很多人质疑的焦点，也是羡慕的焦点。这两个人啊，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经历了10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甜蜜、争吵、撕逼和遗憾，堪称一部现实版的相爱相杀人生大戏。汪小菲和大 S 两个人在安以轩的生日派对上首次见面，但仅仅见了4次面之后啊，就决定闪婚。这种迅速的决定在当时就引发了很多争议，但也让人看到了两人之间那种强烈的吸引力。这两个人之前都谈过多段恋爱，对手也都是像周渝民啊、张雨绮这种超级的帅哥美女，所以这两位也都称得上是曾经沧海。他们并没有因为过往的感情的这个坎坷呀，丧失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激情。所以在他们相遇的那一刻的碰撞啊，都感觉找到了彼此的男神女神。大 S 呢，她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啊，她确实在综艺节目里面就讲过，她老公汪小菲就是她心目中的男神。我相信那一刻那是她的真实的感受。汪小菲曾经在他的自传中就提到，说他第一次见到大 S 就感觉是他想要共度一生的人。那汪小菲呢，据说啊，他是在婚内出轨了嘛。这固然令人不齿，但你看他此后10来年和大 S 的这个拉扯之中，那种爱之深和恨之切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他从没有对任何一个其他的女朋友有过这种投入和纠结，这也看出这个汪小菲对大 S 的感情那毫无疑问是无出其右的。当然了，这婚后的生活肯定不可能就像童话故事那么完美啊，即便他们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毕竟啊，这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教育背景都非常迥异，他们要在一起长期磨合，而这两个人呢，又各自有各自的骄傲。这你看，他俩都是早早就有成名或者是有钱了，那周围人都是捧着的，所以就不免就会有一些倔强和个性。而婚姻生活其实就是要更多的就是把不一致的三观尽量的融合在一起，善于沟通和包容，以及情绪的稳定，那是婚姻稳定和幸福的最重要的基石啊。所以在激情过后，这些特质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两个人曾经一起参加过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在节目中就展示了他们的日常。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争吵，但可以看出啊，当时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而且汪小菲啊，也因为大 S 的名气，为他后来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免费的宣传和流量。从这一点来说，汪小菲啊，必须得感谢大 S。汪小菲就曾经用大 S 的名字来命名酒店，酒店里呢还摆满了大 S 的各种照片啊。大 S 不仅代言了汪小菲的很多产品，还在汪小菲家族事业的低谷期给他借款创业。这两个人的婚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不仅仅是感情的结合，也是事业的合作伙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矛盾也开始逐渐显现。汪小菲的情绪不太稳定，那大 S 的强势性格就让两个人的婚姻就充满了挑战，尤其是在事业上。汪小菲家族因为对赌协议的失败遭受了重挫，而在麻溜记啊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汪小菲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两个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有时候还会上升到两岸的政治问题的争论。据说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汪小菲的婚内出轨，这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2021年，大 S 和汪小菲正式离婚，结束了10年的婚姻。这场离婚离得非常的难看啊，在中文媒体的社交网络平台上，两个人就你来我往，尤其是汪小菲和他的母亲张兰一起，为了直播卖货的流量也好，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也罢，总之就揭开了很多婚姻和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一面。汪小菲的母亲张兰多次在公开场合就攻击大 S， 而大 S 呢也在社交媒体上暗指汪小菲的不负责任。两个人的离婚不仅是一场感情的破裂，更是一场公开的战争。但从这个过程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啊，大 S 快速和前男友具俊晔的复合甚至闪婚，强烈刺激了汪小菲。汪小菲曾经一度想挽回这段婚姻，但是大 S 的决绝让他嫉妒的快要发疯了。而面对这种情况，就是汪小菲要付抚养费，而这笔抚养费呢，其中一部分还要养活前妻和前妻这个现任的老公，那你还没有什么办法。那这种挫败感和无能为力，绝对会让汪小菲这种一直也算得上是顺风顺水的光鲜的富二代，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奇耻大辱啊，更是痛彻心扉。
那个光头根本不在台北市，跑了。大 S 身体不好，那不管怎么样，那是我前妻，我不会放下她。你对她是爱还是可怜？爱。我跟大 S 我不想死，但是律师呢一直在挑拨我们俩关系。从这一点来说，也可以理解汪小菲的一些疯狂行径。当然了，理解不支持哈。包括汪小菲后来娶了另外一位台湾女孩子，其实也很难说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大 S。一句话概括就是爱到极致，恨到骨子里。如果他不在乎，也不会在微博上那么发疯了哈。那汪小菲在得知大 S 离世之后，立刻就飞往了台湾。据说同机的人还看到汪小菲痛哭流涕，还说他如果在自己的身边，绝对不会让他这样就走了。我不认为这完全是汪小菲在公共面前的表演来挽回自己过往的形象。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性情的人，他对大 S 的爱呢，应该也是真的，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深的。也许他在后悔最后的分手没能体面的和自己一生最爱的女人大 S 好好说再见。人生就是充满了遗憾大 S 曾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照亮了无数人的青春。从流星花园中的杉菜到现实生活中的独立女性，她始终是以一种坚韧而勇敢面对生活的这种形象来面对观众和她自己的人生。她的10年婚姻、闪婚旧爱、撕裂式的离婚，每一步可以说都走的是轰轰烈烈，仿佛烟花一般的绚烂，却也如烟花一般的短暂。大 S 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有杂草一样有生命力的人，这句话就完美诠释了他的性格，坚韧不服输，充满了生命力。17岁出道的时候，他凭借一首10分钟的恋爱就打开了娱乐圈的大门，但真正让他火遍亚洲的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在这部剧里面，他饰演的杉菜敢爱敢恨，勇敢坚强，成了无数女孩的榜样。这部剧不仅让她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也让她入围了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除此之外，还有像《转角遇到爱》、《泡沫之夏》这样的作品，也让大 S 的名气进一步得以延伸。她不仅仅是个演员，她还是一个知名的主持人、作家、时尚达人。她和妹妹小 S 主持的《娱乐100%》一度曾经是台湾最火的综艺节目之一，而她写的美容书也曾经风靡一时，被人称为美容大王。可以说她在娱乐圈的事业绝对是成功的。虽然事业上大 S 光芒四射但感情生活中的她就充满了挫折。当然了，这也可能是绝大部分女明星难逃的窠臼。但大 S 和很多的女星不同的一点就是她从来没有跟富商有过瓜葛。即便汪小菲算是个富二代，但其实汪小菲也算半个娱乐圈的人，登上的往往也都是娱乐的头版头条，而不是财经新闻。他的初恋对象呢是黑人陈建州，两个人交往了7年，最终无疾而终。她曾经和韩国艺人具俊晔，也就是她后来的老公交往了1年，但由于对方公司禁止恋爱，两人不得不分手。仅仅就因为公司的一纸禁令就结束恋情，我也得说这具俊晔是不是有点没有担当呢？包括这一次，你看大 S 在日本去世，据说具俊晔也是一块去旅行的，也在大 S 的身边，他也是大 S 的现任老公，就很难评价他是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后来蓝正龙和周渝民又成为了大 S 生命中匆匆的过客，直到他遇到了汪小菲。但很可惜，这段带给他一儿一女的婚姻生活也只维系了10年。之后和具俊晔的闪婚，彻底断绝了他和汪小菲挽回的可能性。他人生最后的这段婚姻，是他人生的放飞，还是又一次冲动的决定，还是他觉得自己回归了真正的本心？那只有他本人自己知道了。大 S 的一生有高光，有遗憾，有辉煌，也有波折。虽然不完美，但她已经拥有了足够精彩的一生。她的作品、形象和她的故事都会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大众所铭记，而她拥有的一儿一女也会成为她生命的延续。虽然她周围一度喧嚣热闹，她的事业也像烟花一样曾经短暂的灿烂绽放，但终究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她呢？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部经典电影它比烟花寂寞，故事不同，但内涵又何其相似。愿大 S 在另一个世界安息，也许那里不再需要坚强。